好，我看到昨天大陆的社群平台，微博也好，抖音也好，甚至所有的可以直播的平台全部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小米的车要上啦，电动车正式上市。人家说马斯克要哭了，因为他有一个甜甜价，说要硬杠特斯拉。后来就是他公布出来价格，雷军亲自发布21.59万人民币那比起特斯拉 Model 3的这个人民币便宜。就是便宜了3万块人民币大约是这个13万台币左右所以他就说这是要致敬特斯拉。他说卖这个价钱也是亏钱卖啦，那卖24万也是亏钱卖，那干脆就多亏一点啦。这个是雷军讲的话，多亏一点没关系但是有这个竞争力21.59万这样子来开卖所以看到了微博昨天大概前50名当中，大概有20名全部都跟小米有关的这个热搜词条。头条今天也是这个价格还有实测就是霸榜第一名。那抖音上面同样也是第一名，也是这个小米新车的这个消息所以大家都抢疯啦，说这个创始版瞬间售罄，服务器还被挤爆了，小米汽车简直是抢疯就从22点开始下订结果订单4分钟就破万，7分钟破2万27分钟大订破5万台。那甚至还有很多的微博网友在讲说哭了呀，我守着秒点的，就是一看到公布可以开始订了马上点，结果呢马上5000个创始版就没有了，直接秒杀。那人家还讲说这小米汽车不是想买不想买的问题，而是你根本买不到的问题所以反应非常的热烈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发布会同时在线有多少人呢？其实我看到它有一整张那个就是直播平台大概有快上百个直播平台都在直播，什么快手什么各式各样的平台通通都有在直播。那它只有光算这个在微博直播的时候有500万人在等待，抖音呢直播点赞有560万人，然后到了宣布价格的时候，微博直播的观看量直接到3700万，哇！所以难怪昨天微博的这个词条就有20-30条都是小米那连这个蔚来汽车的这个李斌跟雷军也这样子两个人拍了一小段短影音他就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嘛，他说哇，你这个价钱太猛了，搞得我新车都不好定价了。我们来看看。有一种祝贺祝贺咱们收期太猛了。咱们到底1.8米和1.81米是咋回事？我们这个可以真的测试一下，下次测试一下。那你今天这个太猛了，我们这后边乐道这个车都不好定价，没事的，兄弟们一起努力，一起加电。乐道也加油，加电，以后说加电。好。对，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真的开始打起团体战了，大家也彼此祝贺彼此看到你的这个汽车成功，电动车成功，也都是愿意送上祝福那对抗的当然是外来的电动车。那我们看看雷军的讲法是，这是他人生最后一站的开篇那在3月25号的时候发文，他说3年前小米的官宣造车发布会上，我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创业，我愿意押上我全部的生命为小米汽车而战。过去3年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经历各色各样的困难以及挑战，但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向前。这是小米汽车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他人生最后一站的开篇。而且呢，他看到连苹果都放弃了，他说这3年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来听听。造车3年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造车真的是太难了。难道连我都没想到，连苹果这样的巨头最后都放弃了？所以今天每一个还在坚持造车的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值得大家真心为他们点赞。好，所以真的这个大陆的观众或者是大陆的民众看到了这个消息，真的都是猛烈的为他点赞，而且点这个下定的这个订单点不到那但是呢，在美国眼中看起来就不是这么个滋味了，就是感觉好像挺眼红的叶伦下个月访问中国大陆就是要为着说你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你不可以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导致现在美国最近传出来那种什么裁员的消息或者是什么的，都是跟汽车方面有关的，他们的厂可能
员工都就是这卖不出去，不需要那么多员工，都开始有一些裁员的消息出来，所以他就在批啊，这个电动车产能过剩了。他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廉价出口，导致呢现在供应量过剩，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所以他要在访问大陆期间哦，就大陆补贴太阳能板跟电动车这些产业造成出来的负面影响，提出警告，要大陆解决。那再来，还有日本的媒体讲说，美国的下一步是什么呢？他说，美国政府跟联邦国会正在采取对策，要对大陆的纯电动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又要做反制啊，打不过人家就用反制的方法嘛。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昨天小米的轰轰烈烈的伤势啊？我觉得小米这个新的电动车推出来，这个行销这个手法太成功了。它这个产品还没上市，已经造成各界极高的期待感。对，然后呢，有很多悬疑的地方大家也很好奇。像我也被这一波这个小米汽车上市这个苏7上市我也掉在那边。我常常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在想，这车定价到底多少钱啊？一直买不到，你在那边乐。可是这就变成我已经被它吸引住了，对而且在我这个心头围绕了好几个月了因为我最早预期过，我看这个车我说这个车搞不好要40到45万，45到50万左右。人民币，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商品，它最重要，它是要在那个市场的区隔里面，它放在哪一个区块里面，它要锁定它的顾客是什么，就要放在哪一个位阶。车子有很多极高端、奢华这个中高端、中端、中下、中端、中下，这个它要定位嘛，那跟它价格有关。那你看它的定位，它整个给我感觉，因为这个车子是 Porsche，是这个保时捷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很有那个 Porsche 的那个 sedan 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在猜想，我说，而且这个雷军也耍我们的，雷军说过这一辆车会是很贵的车。他们讲过好几次，价格竟然是国民车的价格，对，结果你知道，我让人嫉妒死了。结果上个礼拜各界猜是26.5万。26.5万，我就怀疑他们可能已经放出来一个风声26.5，结果今天我刚看，因为我看21.5，我老天啊！我说这个价钱白菜价是不是？我已经有这个感觉了，你知道因为我心里面我觉得26.5，当时我就说26.5，我说那个可能就基本款，我都已经觉得勉强会接受市场的这个猜测，然后没想到今天21.59，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这个我觉得它整个价格很小米。什么叫很小米？就你去小米的店去看，你觉得这个蛮高档的店，每个东西做得很精良，结果你一看价钱以后，你说立刻掏钱说买了，对，立刻买。他的手机也是这种策略。对，我每次去小米的店我有时候买个街头，我想这挺贵的你要买一个什么这个正牌的或怎么样有牌子一个起码500块钱对不对？600块你都不会觉得差不多就你问多少？299。小米 Watch 也是对，小米手环也是也简直是亲民到不行，从第一代买到现在，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价真的很小米，我觉得真的是很小米，又没有让这个这位所谓的米粉失望。对，那我只有在台湾呢，我只有望洋兴叹我真的觉得21.9万还不赶快去买一台。可是我怎么去买呢？我今天这边台湾进不来，我们这边对雷军喊话，赶快把这辆车送到台湾市场来，我们等着买你一天卖5万辆，我们台湾一天搞不好也可以卖到5000辆。谢大使未来的4年，我们不时都要望陆兴叹，不是望洋兴叹，就大陆会越出越多。真的那个价格让你觉得简直是揪心不已，又好又时尚，可是你又不能用的。看赖老师也是产品已经很馋了。我是要换车的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确实是想换这个电动车，对，但是在台湾目前电桩真的不够多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够好，而且没有选择权，而且电价又要涨了，对不对？电价不是，而且它不进来没有，就是不能进来他就大陆台湾就是不让大陆的车进来，我们没有条件，所以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我买特斯拉，我真的不太愿意买，所以我就还是一直用燃气车。那反正就是看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开放，什么时候电桩能够够，
第二个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开放，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目前我们的选择权是严格上被剥削了，严重的被剥削。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啊！一直剥削我们台湾的消费者的选择权，这是对我们基本权利的一种严重的伤害，是强烈抗议哦。但是你可以看到27分钟5万辆卖掉，27分钟哎，其实文吉是觉得已经够便宜的。其实也不便宜耶，为什么？因为折合台币也要90几万嘛，8、90万左右，折合台币8、90万，90万的电动车，这还不便宜啊！我跟你说，还有更便宜的。对啦，比亚迪也有更便宜的，当然我们都买不到，对不对？我们都买不到。好，但是问题就在这代表大陆的消费能力还是很强。那现在的大陆的经济就是说，怎么样刺激他们的消费者出来消费，他们的经济就起来了。我觉得这目前的重点是在这里，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大陆的电动车本身的内卷因为他们相互的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杀到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他们的这种内卷使他们的国际的竞争力强到不行。对，因为彼此之间的竞争的情形下，他们又领先于全世界，所以能够在这个国内市场脱颖而出的汽车，在全世界都是最顶级的汽车。那你想想看，在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一个环境下，中国大陆绝对可以赢得全世界任何一个车子。那你看一旦它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赢的时候，美国开始搞这个保护主义了，欧洲也开始搞保护主义了。好，欧盟说你有补贴，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大陆的电动车不是就有一家公司10几20家那你怎么可能一个国家都补贴这些电动车？所以我觉得欧盟的这个调查其实是很有问题。例如说这个叶伦就是说，你生产过剩，观众朋友，现在电动车的替换率还不到在台湾电动车才占多少，美国的电动车才占多少，怎么会生产过剩呢？根本就是生产不足，好不好？好，我们来问永平姐。说起美中台电动车呢，大家在台湾的一定非常的感慨。可是呢，我们除了望路兴叹它的电动车很棒，我们买不到以外呢，其实台湾也不要想了，因为我弟弟为了要换一个电动车呢，2天2夜睡不着觉，他还因为这样呢，跑去选了他大楼管委会的主委就是呢要让他的能够装那个充电桩，对不对？就最后呢。评估了半天，人家还是跟他说你不能买电动车，为何呢？台北市的公车已经换成电桩了，车子呢，通通都充不满，最后那个电桩车出不去，因为呢，我们充电站不足，电力也不足，所以台湾的这个电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也不必望车兴叹了。可是呢，我们这些有环保意识的人呢？变成一直开油车的人呢，现在不敢换车，开了很久也不敢换，因为你换车的时候再去换一个油车呢，我觉得良心过不去。好，那讲到美中的问题，美国不要眼红了，因为中国能够推电动车呢，不是说它的电池市占率高，它的电池有政府补贴，电动车有政府补贴，不是。政府真正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它各种电桩的设施呢，就充电设施，全部政府通通给你做好，而且做的到处都很好。因为上海，我不相信，说它的换电动车可以高达40%。我去上海，我直接问那个就是叫车的师傅，打的的师傅，他就说我们充电非常方便，非常方便，而且非常便宜。他们还跟我举个例子，他开了多久才20块人民币，比油钱便宜太多了。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中国电动车绝对称霸世界，美国无望。为什么？因为美国又页岩油它开采成功啊，他怎么会放弃它的油呢？你不要讲车子他不会放弃他的石油，他的加油站，那些人都是他的大金主，都是美国背后的利益政客嘛。那你的油车无法淘汰，你没有政府出来到处设立充电装置，你要怎么样
推动电动车呢？是不是电动车价格问题，是你有环境的问题嘛？因为否则我弟弟为什么2天睡不着觉，最后不敢买？因为他就是跟我说，他就一直充满了做梦，都梦到他充电焦虑，他就做梦到他去哪里玩的时候呢，找不到地方可以充电。那美国说实在的，它的真正问题是它没有办法淘汰石油加油站。那中国大陆会做到怎样彻底的程度？我在这里跟大家预告，我去参观它的未来城市的标杆呢，叫做雄安新城就是北京旁边那个说要把北京的一些首都任务往这个雄安移动的这个新城。这个雄安新城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建。它建好了之后呢，你如果开的非电车是油车，你进到那个城的周边，你必须把你的车子停下来，你连城都进不去。你要不然你就是要换电车，要不然你就要去做大众运输工具。所以大陆未来如果各城市推动这么凶猛的城市管理政策，你说大陆的电车不会有一波的高峰吗？他不必管别的什么电车过剩，他自己国民换电车就好了啊，对不对？那就是他的国家政策啊。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当美国就是感觉中国大陆有威胁的时候，他们现在处处就是甩锅中国大陆嘛。我们看到了这个巴尔的摩大桥不是被撞倒了吗？现在影响供应链，但是呢，他们现在要怪谁啊？他们说，哇，这个是中国用牵引技术造货，因为船公司的前执行长竟然是赵安吉。那他们讲说，虽然这个是意外事件，但记请在网络上面流传整件事件，中国是幕后黑手的传闻，让我们听了觉得是瞠目结舌。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那是在 X 上面可能是这个替美国在发声的一些人哦，比方说陶喵先生说，根据黑盒子记录，传感器切断之后并且重新打开加上这个停电以及呼救的情况，有可能是中国用牵引技术操控船舶，精准的撞上大桥。哇，这已经变科幻片了，是不是？再来还有什么希望之声湾区台也这样子，很像我们台湾的地下电台哦，也指出达利号的船运公司执行长是赵安吉哦。那安吉除了是中国国有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之外，还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赵安吉夫妇2个人都参与了中共的军工产业，所知内情甚深。所以就是赵安吉哪怕自己就是现在目前就其实应该不至于会去影响到这件事情，但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揣测跟联想啊。那事实上，这个巴尔的摩大桥的倒塌影响到了供应链，现在经济损失大概每天会超过4.8亿台币，损失很惨重。所以是不是要甩锅给中国大陆？对于美国来说，心里比较好受呢？那还有在网络上面有流传 CNN 的报道，一艘载满中国商品的货船袭击了我们的大桥哦。就网络上面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图，那可是很多人就开始转发，就说这个根本就是造假，这个是错假内容，是一个伪造过后的图片哦。因为在 CNN 的网站上面搜寻巴尔的摩大桥倒塌的相关内容，其实并没有讲到说是什么中国货船，但是这就是一个认知战嘛。那事实上呢，巴尔的摩大桥跟中国大陆还真的有点关系哦。我们看看这个中国人就讲说，曾经把巴尔的摩大桥保护得很好，可惜了。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面他们说这个就是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拜登不是在巴尔的摩大桥那一边嘛，通过了1.2亿的基建法案，后面就是有这个振华重工，也就是现在美国不断在渲染说会监视大家的那个龙门吊，有没有？那他说当时呢，其实在2012年的8月初，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开放让振华重工他就接了这边的第一个案子，那就是他们要把这个吊臂运送到巴尔的摩大桥这旁边这个港口
那其实振华重工呢，他们当时到了这个达利大桥的水域，他们其实发现到说，他们的这个吊臂啊，高度其实是有可能会超过这个大桥的哦。你看这张图片，很精准的拍出当时的状况。他们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哦，让船可以沉得深一点，然后精准的从桥下的地方通过去之后，然后再到港口来做建设。他说啊，我们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在保护这一座桥的，而且在要通过水域的当天哦，美方还封锁了大桥，禁止任何的车辆跟人员来通行。那美国的媒体也担心说，哦，这有可能经过的时候哦，有可能会撞到桥啊，应该不会安然无恙。没想到最后就是这样子哦，只差一些些的距离，但是中国大陆算得非常的准哦，就这样子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大桥，然后围观的人们哦，响起了欢呼声跟掌声哦，就是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技术让他们看到都可以算得这么精准，从桥下平安的把这一个吊臂给通过。那其实你看中国大陆当时如果真的有心要破坏桥，那时候就不用算了嘛，撞过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小心翼翼的保护这一个大桥呢？所以反观现在美国自己这样子出了事情要甩锅，就更显得讽刺哦。那另一方面，在欧洲现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跟随美国了，比方说你看这个马克宏哦，现在很积极的想要参与金砖，去年想去没办法去哦，今年1月看莫迪，3月看卢拉，5月邀习近平来访问。但是呢，被大家点出来一个亮点，就是他去跟卢拉同游亚马逊，两个都是一个热情的国家，一个法国，一个巴西，都很热情哦。两个人竟然这样子手抓着手一起看，就同游亚马逊，还在热带雨里面牵着手。然后网友就调侃说，两个人是拍婚纱嘛，真的还蛮有那个 feel 的哦。你看看这网友还把他们 P 图，就是啊，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彩带啊，然后拿着爱心的球哦，还有这样子一个氛围啦啦链，这是网友的哭手啦。但是其实他们是要签署21项的合作协议哦。不过呢，你看现在在这个欧洲哦，真的有许多地方的农民是在抗议的啊，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会受到一些乌克兰的一些农作物的一些影响哦。所以你看到法国的农民哦，在3月28号进行抗议哦，他们点燃了这个轮胎跟垃圾，然后用拖拉机来封锁道路。那波兰的农民呢，他们也焚烧印有这个农民20岁这样子的一些这种被绿色协议杀害的棺材，所以他们现在因着俄乌战争爆发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农民们都纷纷站出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大桥又在怪中国大陆的阴谋论吗？其实我也看过同样的报道，说啊，这次啊，中国太幸运了，就美国啊，很难找到证据啊，说这个跟中国大陆有关。没想到美国人还这么天才，还可以编出科幻的内容，还把你知道赵安吉已经过世了，对呀，对啊，过世的人也拿来做文章，对。那他如果没有过，那我们刚才讲说他现在怎么可能影响得到？对，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梗图写啊，中国实在太幸运了，因为这次巴尔的摩撞船啊，有2件事情啊，让美国啊想要栽赃给中国都不能栽赃。然后第一个，这艘船不是中国造的，是韩国造的。第二个，这艘船上24名船员，全部是印度籍，没有一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中国籍。哦，这实在太幸运了。它两边你只要有一个有船员找到有一个中国籍的，然后这船又是中国造船好，那完了，那美国全美搞不好要攻进要开始怎么样？要把对中国大陆进行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斗争了。对，不过这个太过分了，就是说你把赵安吉扯进来，对不对？然后这个说是他曾经是这个船公司的前执行长，那我觉得他会在他在世的时候，他会去预测出来说这艘船什么时候会经过哪里吗？对啊，觉得太离谱了。可见现在美国人基本上对自己多没信心，自己出的状况都要推给别人。那这种就是说找这个替罪羔羊，是过去这种美国社会是蛮流行的。可是到今天玩到这种歇斯底里完全这种失去理性的状况，这个我觉得问题就不出在中国了，问题出在美国这个社会了。他什么事情他没有反省能力，出了状况都是别人，对不对？那出了好事都他自己，
一个人进入这种心态的时候，大概也差不多了。一个国家整个的社会心理是如此的话，那这个国家看不出有什么光明的前途了。好，来问赖老师。即使所有的讯息、所有的资料都证明跟中国大陆无关也就是说，这次中国大陆真的是太幸运了但是还是有人要造谣，然后台湾还是有媒体一定要转载，对，那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那是造谣，他还是要转载。那问题就是那些媒体在干什么？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说他明明知道那是造谣？因为 CNN 的那个图片根本就是假的，然后他还要使用。例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船公司达利的船公司，他就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船，就是在新加坡，那么 Synergy Marine Group， 而且它是管理的640艘船呢，全世界第3大的一个船舶管理公司，而且去年他还拿到全世界最优良的管理公司之一耶。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声名非常好，管理600多艘船，然后里面包括LNG 船，包括货柜轮什么等等的，他都管理。那这样的一个船公司，还是要把它硬扯到跟中国大陆有关。然后问题就又在于，这艘船是马士基租借的，是马士基租来使用的，完全跟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还是有人要造谣。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谁在搞认知作战？谁在造这个谣？台湾谁在配合这些造谣者在搞认知作战？而我们台湾的官方的谣言查证中心竟然完全不吭声，一个很明白的谣言的新闻，他还让他登。可是问题就在于，那我们的官方到底是在怎么去处理这些造谣新闻？所以我觉得心态太可疑了但是我觉得一笑置之，因为它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不大。法国的问题倒是真的麻烦法国的问题确实是跟俄乌的冲突有关。那由于黑海目前的航运这个乌克兰的粮食确实是运不出去，那它过去的粮食贩卖的北非跟中东地区，现在目前来讲被俄罗斯去填补了，所以北非跟这个中东地区的粮食就解决了，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就造成了一个大的问题来了，那也就是乌克兰的粮食卖不出去，海运走不出去，怎么办？走陆运。一旦走陆运的话，就冲击到整个欧洲的粮食的市场。我觉得法国的农民真的是苦，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总统有说要解决，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好好解决。农民站出来，每一次巴黎一旦农民站出来，通常都会闹得很大。刚刚制作人叫我再次强调，虽然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网络上面被网友变造过后的 CNN， 因为最近 NCC 盯我们盯太紧了，所以这是 CNN 被网络上面造谣的再次强调。好，我们来问一下永平姐。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确实呢，对于美国霸权还能不能够信赖呢，产生一个全世界共同的怀疑所以所谓以美论只出现在台湾吗？只出现在昨天那个台湾有一个这个54岁愤怒的男性拿着枪去速发部这样蹦蹦蹦3枪就是反美的言论吗？只出现吗？不是的，它是一个世界普遍的现象。那这里头会让很多人发现说，第一个，这个世界的格局在变化；第二个，你全部跟随着美国呢，你自己也会倒霉那法国的马克宏呢，看出来整个欧洲呢，他其实一直在主张欧洲的防卫要自主他一直希望破出一条路，所以他会开始关注由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所主导的金砖5国呢，这个当然我觉得从法国，因为本来这些国家叫做发展中国家跟法国他们这种叫做已开发国家，本来应该是属于不同吨位等级的啦。可是现在法国都希望赶快跟他们联手。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马习会现在是不是逼出了台独的这个马脚啊？怎么说呢？因为你看看这次这个马前总统要去到中国大陆的访问哦，那马上就有一些人亲绿的人出来讲说，卸任元首如果与中共领导人见面，透过会议的方式附和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话，本质上就是叛国，可以法办哦。这是亲绿律师赖中强讲这一番话，萧旭岑立刻反击哦，就说呼吁陈建仁以及民进党一些委员哦，如果认为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请赶快去修宪证明，不要只会嘴巴上面这样子说啊，你们去修宪啊，你们当时人在立法院是多数的时候，你们也不修哦，那现在又在那边说什么呢？那美国到底是对谁不放心啊？就在这个马前总统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这个马上就看到了罗森伯格也要来哦，也是选在同一个时间点，4月份要来到台湾。那在他来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伯格曼先到了。伯格曼这个跟赖清德见面的时候，他就表示呢，他与萧美琴即将他就是赖清德说，跟萧美琴即将在520就职，期待未来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相互合作，让台湾更和平，台海更稳定，印太也更加的和平哦。那罗森伯格下周来访台，也就是4月份访台哦，也是3个月来的第2度，所以知情人士就揣测说，可能是要关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内容，是不是美国要先看看，先瞧瞧，因为不放心哦，怕赖清德会不会又讲出一些什么要访问白宫之类的这种话哦，让他们觉得难以招架，是不是要先看看你的讲稿，还有未来政策的一些立场？距离现在赖清德就职大概剩50天，所以是不是也要同时关切一下赖清德的内阁国安团队，是不是要给赖清德立规矩呢？因为就是感觉起来就像赖士葆委员讲的嘛，不放心赖清德啊，因为毕竟再怎么说你还是个台独金孙的骨子里面就是这样子嘛。那当然美国要看紧点，那所以罗森伯格平访台，美国其实是要确保台海不会变成一个冲突热点哦，确保这个不成为冲突热点，就已经让华府可以松一口气了。那拜登现在透过多边的外交跟联盟，将台海议题这个纳入了印太的战略布局当中。那把握这点来看，罗森伯格跑个几趟其实都划算哦，不要在这边有任何的擦枪走火。那其实现在邱国正不是讲说为了两岸情势睡不好吗？中国大陆的国防部竟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回应啊，他说这个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讲的，他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共解放军有充分的战略定力那改变第1集的这个定义呢，他们有回应他说哪来的国防部长啊？这个民进党当局不要轻举妄动，否则自取灭亡。所以感觉起来，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对台的用词，好像越来越严厉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因应现在目前的这个局势，还有接近520了嘛，只剩下50天了，是不是开始更加明显的这个对台的喊话要更加严厉一些？那还有大陆的海事部门要联合巡航台海的西侧水域。那其实海巡署有回应也就是海委会主委这个管碧玲讲说，其实海巡常态执法都有 SOP 该驱离还是会驱离，该扣留的我们也会依法行政。那所以这个是目前海巡署对于他们这个要来巡航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定调，希望不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擦枪走火的状况还有吴钊燮接受纽时的访问，他说美国如果停止援乌的话，中国对台的进逼将会更加的大胆所以呢，这也是希望说能够强化这个北京将华府描绘成不可靠的伙伴这样子的一个反美宣传的论述，所以他觉得其实全世界也在看说美国有没有继续援乌就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套用上的一个概念那还有日本今天这个在自由时报上面有这个头版消息他说日本将要扩建5个机场跟11个港口，他们说是要因应台湾有事，他们现在针对全国7个道县的16个机场港口指定为特定利用机场跟港口，现在要进行整建，包含距离台湾最近的冲绳县那霸机场以及石垣港近日将会交到内阁会议来做决定。台湾有事，日本会出兵吗？美国的外交
外交家杂志讲说，应该是采取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啦，因为日本的和平主义根深蒂固哦，而且日本的国民也衷心的谋求基于正义还有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是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对其他国家进行最低限度的威慑，以确保和平的承诺。所以到底会不会出兵？答案很显著啊。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永平姐怎么看这一次的马习会？每次这个绿营都要叫人家去喊一些台独思想或者是台独的想法哦。那当然萧旭岑是不接受了。当然，我觉得民进党有很多外围组织、附随组织，这个塔绿班还有一些不是核心的政治评论人员呢，他们对于马英九赴大陆2度访问，甚至可能跟习近平碰面这件事情呢，会有膝盖反应哦。我觉得这一点呢，全台湾的人大概都不会觉得意外哦。只是说，大家现在比较观察的重点呢，是第一时间总统府的回应呢，还蛮善意的，说他们会协助安排。那另外呢，民进党看来呢，他现在由这个律师赖中强出面讲很难听的话或者他有一些少数的民意代表我看到甚至是比较议员层级的立委不是没有，但是比例还不是那么高就看起来呢，在赖清德520演说前呢，民进党政府应该来说，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能不愿意用很高的火力或者很高的层次呢，更加深两岸的紧张关系。那你如果不要加深两岸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美国人一直来访那美国人拼命来连3个月罗森伯格都要来第2次还有现在呢正在访问的这个众议员伯克曼，这个伯格曼呢在美国众议会，他是一个蛮重量级的这个众议员因为他是美国的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时候来跟赖清德见面呢，大概美国也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李文忠不小心讲的大白话就是说你赖清德呢不可以在520就职演说讲很挑衅的话你必须呢要想尽办法和缓一点那甚至是不是对于逢中必反的这样的策略呢必须做调整。那当然李文忠毕竟是新潮流系的，而且他未来是不是还有内阁改组的问题呢，他很快就撤回他的言论。可是不管如何呢，我觉得美国的角色在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很明确的，他跟中国大陆呢一直有一个默契，除非两边已经到了真的冲突到了不可化解呢，美中真的是要变成真正的热对抗，否则的话呢，美中目前希望呢共同来控管台湾关系，不要失控大概毕竟还是他们的一个默契。那我说实在话我比较认为有2件事情呢确实不理想一个就是今天拖了这么多天呢，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呢，针对我们的邱国正部长的这个第1级他有提出警告他说这个台湾呢不应该要轻举妄动，因为当时邱国正部长呢，他当然是在一个情境下讲第1级的碰到的是那个民进党自以为是什么认知作战专家其实对军事并不真的很内行的沈伯洋呢，他当时在那边畅谈第1级的定义。可是我对于邱部长这样的说法，我个人感到非常的吃惊讶异，所以我后来呢，因为我不是军事这方面的专业，所以我后来特别请教了本身呢是资深的国防委员，而且也是军事战略专家林玉芳教授因为林玉芳一直在教这方面的课，我就去问他说，我说邱国正国防部长他讲第1级，说他改变定义，这个有道理吗？第1级是这样吗？那
林玉芳很怒哦，林玉芳很不高兴哦，他说他开玩笑，他说其实第一级这3个字在国际的军事战略呢，它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那是针对核战呐、核武啊，就是核武谁去按那个键呢，谁发的第一级啊。他说台湾凭什么也不是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而且凭什么你去讲什么第一级呢？然后你去改变第一级的定义呢？那你真的敢打吗？你台湾真的敢引战吗？我们在台湾所有谈的都是不对称的，我们怎么样进行防御？你凭什么敢说我们要讲第一级呢？所以邱国正这个事情呢，非常的离谱。那另外呢，最后我也要提，我觉得吴钊燮接受《纽约时报》的这个访问呢，特别去谈到非台湾的问题，而去评论说美国到底要不要继续援助乌克兰，而且呢，直接把也援助乌克兰呢跟中国大陆的威胁挂钩。我觉得外交部长这样做很不智，因为第一个，美国的人呢现在也急切的想要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呢，有所解套。第二个呢，他不应该去用乌克兰处理中国大陆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陆有可能是美国希望如果要解决俄乌冲突的部分，他说不定还需要中国大陆的合作。好，来请教介老师。我觉得就是说马习会啊还没有会，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上上下下就已经患了严重焦虑症，那不论如何，我觉得他们现在在那边恐吓也好，还是怎么样，还抹黑也好，马英九上次去大陆还只是怎么讲，还只是探亲了，民调的支持率是63%到70%高度的这个台湾主流民意的欢迎，而且本来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马英九去的时候还不敢吭声呢，马英九回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机场，国民党各派人物到机场去亲自迎接马英九。所以马英九做的事不要担心这些绿的这些不管打手也好1450也好他们事实上是站在民意的背立面。尤其马英九这次去是和平之旅，为了和平，他愿意，他已经退休的人去大陆，对不对？去跟你们这些民进党的这种专门抹黑专门怎么讲呢？不讲理的，在那边骂街的人。去引起他们的注意，事实上马英九是没必要，但是为了绝大部分台湾人希望得到的两岸和平去做一个奋斗了。我可以今天在这边讲，马英九从大陆回来这次机场又挤满人，都去迎接他，他是代表主流民意，抓着了台湾明星的项背。那这位这位没有听过的这位律师这个亲绿的这位律师他说这个要怎么要叛国本质上就是叛国。那我请问一下，是叛哪一国？对不对？如果说是中华民国的话，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基本两岸的关系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对不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叛哪一国？这没有绝对不是叛中华民国。那叛台湾国吗？我请问这位律师，台湾国在哪里对。你说这怎么讲？你没有国家，你没有台湾国，台湾哪来主权呢？对，只有中华民国有主权这些还念过法律的在那边骗人，把一般老百姓都当什么无知无识的你骗人才是无知无识台湾国不存在你主张台湾独那你就请赖清德去修改宪法嘛，更改国民嘛。你看看这些美国人来会允许吗？你不要搞错敌人今天反对你们台独的是美国对不对？连赖清德他520讲话，美国都要管。你在这边反对什么反对马英九，今天反对你台独是你们自己人，自己没有胆，对不对？只敢主张，然后叫别人的小孩子上战场去送死，然后呢，台独金孙，自己儿子孙子都做美国人去了。还读什么读我知道头脑要放清楚那另外讲什么叛国罪，要念一下历史，劝他去念一下历史。他们这些绿色的他的前辈曾经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天天吵修刑法100条，刑法100条只修一个什么，就是说你是着手实施还是思想阶段。
马英九不管怎么讲话，他如果主张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话，对，这是着手实施吗？这你是要恢复到什么戒严时期吗？对，刑法100条再重新去念一遍，对不对？这个复核算是着手实施吗？这些出自于一个律师的口，这个律师的水准真的可想而知啊。好，赖老师。美国确实很多次了到今天为止也多次的一直强调他不支持台独，所以这些主张台独的应该去反美，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大声的去反对美国，应该在台湾推起反美的浪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之后，我们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此以后，不管在过去在大陆，我们都简称叫做中国，到了台湾来还是叫中国那因此呢，这些主张台独的，就是背叛我们中国；不使用中国或者中华民国的，也就是背叛中国，也就是他们就是背叛国，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国。所以这位亲绿的律师本身就是叛国了，因为他很明白的不使用中国，也不支持中国，所以他本身就是叛国。我觉得这个是太明确了，那他应该自己去自首这个很明确，因为我们的国号到今天为止也都叫做中华民国，那他本身反对用中华民国，他本身就叛国。我觉得这一点他应该快去自首。另外一个部分里面，美国这么多的人来一定要见赖清德，我觉得是美国多方的在测试试探，要掌握推断赖清德在5·2联会讲什么话，会做什么事，会不会失控。二方面是给赖清德施加压力，说你不要超出我们的框架，我们告诉你，我们是不支持台独，你如果跟台独有关的话，我们一定会出手。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了，赖清德主张台独的，他也是叛国，他也应该去自首所以这个赖中强也应该去正告美国的这些人来到台湾的，说你们都是背叛台湾的人你们本身他们都要去反对。我觉得这真是很可笑。管碧玲说要在这个强力的执法，那我们来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其实我们再真的也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做得到再说吧。那一旦做不到，你要不要负责任下台？因为你说你要强力执法，你要强力执法，那你如果一旦做不到，你就应该要辞职下台。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强调的你要做，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代表无能，你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的任务跟使命，这个位置你就不应该再待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也就是有关于日本，我觉得日本这个是最可笑的事情。为什么说最可笑？日本的宪法已经讲得很明白，是一个非战宪法，也就是说不可以用这个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他连美国在南海之间发生战争，日本都不可以出兵，这是宪法写得明明白白。那两岸之间如果发生战争，日本不敢出兵的，因为他违宪了，他违反宪法的，所以日本绝对不会介入台湾的事情，因此他也只能自保。那您说设的这个机场跟港口其实是疏散兵力用的，因为日本很清楚知道，它现有的这些机场港口，如果一旦日本介入的话，一定是在解放军的攻击范围内，它是做疏散用的，不是作为介入台海事务用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